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口味清新、口感细腻绵软的柠檬杯子蛋糕。这个蛋糕我们用的是戚风蛋糕的配方来制作。在制作之前，我们要先把烤箱预热到120摄氏度，因为我们要用到柠檬皮屑，一般柠檬表面都会打果蜡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热水中泡一下，去除表面的果蜡，然后擦干。油我们尽量选择味道不重的油，像橄榄油、花生油这些都属于味道比较重的油，会影响蛋糕的味道，不要使用。擦入一整颗柠檬皮屑，注意不要擦到白色的部分，白色的部位会有苦味。我这个柠檬因为品种的原因，颜色比较偏橘黄，但它不是一颗橙子哈。我们把碗放在厨房秤上，把柠檬对半切开。注意这个柠檬榨汁器，柠檬切口要朝下放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。榨取40克柠檬汁，如果你的柠檬太小或者汁水太少，可能需要第2颗。用手动打蛋器将柠檬汁和油充分搅匀乳化。注意这里的碗不要用太大的，不然你的打蛋器和液体接触的部分特别少，就会遇到怎么搅都没办法将两者有效的乳化的情况。充分乳化后，液体有一点乳白色，筛入低筋面粉，然后用手动打蛋器 Z 字形搅拌。Z 字形搅拌可以避免面粉起筋。这里如果你的面糊感觉特别干，说明你的面粉吸水性比较强，可以再滴几滴柠檬汁来调节一下。这里搅到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了，不要试图把它搅匀。鸡蛋选择带壳，重量在55到65克之间的都可以，要选择新鲜的。将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，蛋黄加入到刚才的面糊中。分蛋这一步一定要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，否则如果不小心打破一个蛋黄，会毁掉一盆分好的蛋清。蛋清中混入蛋黄容易打发不起来。还是用 Z 字形的搅拌手法，将蛋黄与面糊搅拌均匀，搅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不要过度搅拌。浓稠度大概是这样，稍微干一点点也没关系，先放到一旁备用。蛋清中滴入几滴柠檬汁，柠檬汁是酸性物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蛋白霜保持稳定。用电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当蛋白出现鱼眼状大泡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糖分次加入可以溶解得更充分。我们先开中高速打发，让蛋白快速起泡。当它开始出现纹路的时候，换成中低速继续打发。在中低速下，蛋白霜可以变得比较细腻。如果遇到有关打发蛋白的问题，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专题视频，有详细的讲解。我们会看到蛋白霜慢慢出现变化，变得越来越硬挺。当提起打蛋器，打蛋头上的蛋白呈现短小而直立的尖角时就可以了。盆里的尖角也呈现这个状态，这叫做干性发泡。制作杯子蛋糕，我们希望蛋白霜打得稍微干一点、硬一点，这样不容易回缩。但是注意不要打发过头，我们的蛋白霜还是应该呈现有光泽的状态，不会流动的。如果打过头，它会变得粗糙，失去光泽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本来浓稠的蛋黄糊变得更接近蛋白霜的质地，更容易与蛋白霜混合均匀。拌到质地、颜色都均匀就可以了。把它倒回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翻拌的手法拌匀。将刮刀伸到碗底，把底部的面糊翻上来，转换角度，再重复同样的动作，这样可以避免面糊消泡。注意刮刀上沾的蛋白霜也刮下来，还有碗底也这样刮一刮，以免有面糊沉淀拌不匀的情况。当看到颜色、质地均匀就可以了，不要过度搅拌。这时候面糊质地还是非常浓稠的，如果你把面糊中的气泡都搅出去了，它就会看起来很稀，表面出现明显的气泡。如果打进去的气泡都跑了，蛋糕就没办法膨胀了。模具我用的是标准的马芬模具，口径约7厘米，你也可以直接用那种纸杯，但是要根据纸杯的大小调节一下烤制时间。放上垫纸，我们把面糊装到一个裱花袋中，面糊一次一定不要装太满，大概装到裱花袋1半多的位置就可以了，不然上面抓不住，面糊会流得到处都是。前面剪一个1厘米左右的口，将面糊挤到模具中，裱花嘴尽量埋在面糊中挤，这样用裱花袋挤面糊，
它的表面比较光滑饱满，就不容易开裂。如果遇到挤一半需要再添加面糊的情况，也是把这个嘴儿埋在面糊里再挤，这样它表面还是圆鼓鼓的、光滑的。面糊装到9分，接近10分满。轻震模具，稍稍把面糊摊平，然后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。具体放哪层，根据自己的烤箱大小进行选择，只要让烤盘处于烤箱中央位置就可以了。先120度烤60分钟，我们要用低温慢烤，才能保证表面不开裂。如果你的蛋糕表面开裂了，说明烤箱实际温度偏高，表面会过早结皮，那么内部要再膨胀，它必然就会开裂。杯子蛋糕不要看它个头小，要想烤干里面的水分，并且在低温下烤，需要的时间还是挺久的。60分钟后，把烤箱转为150摄氏度，再烤5到8分钟，让表面上色。如果你要把蛋糕收进袋子里，为了不让表面掉皮，要上色深一些，表面烤得干一点。出炉后震几下，震出热气，然后转移到网架上晾凉。用戚风配方做出的杯子蛋糕口感非常细腻湿润，伴随着柠檬的清香，口感和口味都非常清爽，吃起来没有负担。相比于圆形的戚风蛋糕，它的制作难度更小，只要把握好蛋白打发的程度，以及控制好烤箱温度，就能做出不塌陷不回缩的戚风小蛋糕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投币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